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林晴。川普又出手了，而这一次目标不是税，也不是关税，而是晶片。他在60分钟专访中亲口说，英伟达最新的 Blackwell 晶片领先全世界10年，我不会让中国拿到。一句话炸响了全球科技战的火药库，因为这颗晶片不只是 AI 的心脏，更是战争的灵魂。它能让飞弹更准，监控更快， AI 武器更聪明。中共一旦拿到，等于跨越10年技术鸿沟，直接进入美国的制械战场。但就在川普封住出口的同时，他却又对中共松了一口，降低芬太尼关税，暂缓稀土制裁，这是交易还是陷阱？更诡异的是，川普还暗示中俄都在地下核试验，这意味着美中不只是科技冷战，而可能已经进入核对撞的倒数计时。AI 晶片、核武测试、芬太尼谈判，3个看似无关的议题，其实是一场更大的权力游戏。表面是休战，底下却是新冷战的序章。11月2号，美国总统川普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60分钟专访时说，英伟达刚刚推出的新款 Blackwell 晶片比其他所有晶片领先10年，是目前最先进的人工智慧晶片，不会让中国这类国家取得。英伟达上周市值突破5万亿美元，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在人工智慧晶片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自8月份以来，关于川普是否会允许向中国出口 Blackwell 晶片的疑问就一直不断。当时，川普总统曾暗示可能会允许在中国销售英伟达下一代先进 GPU 晶片的简化版。消息引发对中共鹰派人士的批评，他们担心这项技术将极大提升中共军事能力，并加速其人工智慧发展。英伟达 Blackwell B30A 晶片是 OpenAI 等机构训练先进 AI 系统的基础。如果中国取得 B30A， 等于冲破了美国的出口管制，让中国跳过自主研发时间，直接站上科技竞赛第一线，美国优势不复存在。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表示，此举无异于向伊朗提供武器级油。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上周表示，由于中共对英伟达的立场，公司目前尚未向华府申请对中销售许可。他在开发者大会上说，他们已非常明确地表示，现在不希望英伟达在那里。在上周川习会前，川普曾暗示可能会与中共党魁习近平讨论这些晶片，但最终并未提及此事。人工智慧是未来中美决战的主要领域。中共10月28号公布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但催生新质生产力。在专家们看来，美中关系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也将继续是世界上最复杂、竞争最激烈的关系。特别是中共依然把与美国竞争的科技实业与国策作为重点，把平衡经济结构的目标放到脑后。白宫官员屡屡提到，要利用美国的经济实力，迫使中共放弃以出口为优先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不再大量补贴制造业，要多多鼓励中国14亿人消费。中共政权的目标不是民生，所以川普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非但没能让中共改变经济结构，反而祭出反制措施，限制稀土出口，拒绝采购美国大豆，这让美国制造业和农民受损，这是身为总统的川普必须考虑的问题。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副主任、前美国高阶贸易官员科特勒表示，所以川习会的目的是降温，而非寻求突破。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实质上依然是对立的，这为将来更大的冲突埋下伏笔。中共一旦掌握了最先进的晶片，就可以让中共的飞弹精准制导，
尤其是中共正在暗中进行核试验，对世界的威胁更加严重。川普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电视采访中还说，俄罗斯和中国正在进行核试验，但没有公开。对于这些试验的性质，川普没有进行具体说明。川普指出，要知道，虽然核武威力很大，但世界很大，你未必知道他们在哪里试验。他们在地下深处做试验，人们无从知道，你只能感觉到轻微的震动，他们在试验。除了中共和俄罗斯，朝鲜、巴基斯坦也在进行核试验，但美国没有，所以我们也要进行试验。此前，俄罗斯刚刚宣布试射了新型核动力巡航导弹海燕和一款核动力可携带核弹头的无人潜航器。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1月2号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表示，川普总统下令进行的核武器测试目前不会涉及核试爆。他说，我认为我们当下讨论的是系统测试，而不是核爆炸。这些是我们所说的非临界爆炸，也就是测试核武器的所有其他部件，确保它们能够实现正确的结构形态，并为核爆炸做好准备。当被问到美国内华达州核试验场附近的居民是否会在某一时间看到蘑菇云时，赖特回答说，不会，不用担心这一点。赖特指出，核武库现代化是美国的当务之急，因为我们的许多武器都非常老旧。为了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武器库必须实现现代化，并且与时俱进，这是确保国际和平与国内繁荣的唯一途径。美国已经拥有一项确保其核武库的可靠性的广泛计划，包括计算机模拟、使用不会产生链式反应的核材料进行试验，以及导弹和弹头技术的试验。一些专家认为，这些措施使得核试验变得没有必要。11月3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否认中共进行核武器试验。在川习会上，中共暂时收敛了战狼姿态，承诺与美国合作遏制芬太尼。然而，华尔街报道认为，这其中有多个不确定因素。芬太尼对美国人健康的危害已经成为事关国家安全的大问题。川普在川习会后表示，由于中共在打击芬太尼方面采取了非常强有力的行动，习近平还承诺会采取更多行动。他先前因中国在芬太尼贸易中的角色而对华征收的关税也将从 20% 降到 10%。一位白宫官员表示，川普政府将在未来几周与中共官员成立工作组，以制定客观的衡量标准，并确保各方履行承诺。中国与阿片类药物危机有着重大的关联。墨西哥贩毒集团生产的芬太尼，并将其走私到美国，他们所需的化学品来自中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禁毒专家万达·费尔巴布·布朗说，中共会根据中美整体关系来调整禁毒合作事宜。习近平如此爽快答应配合美国的行动，是中美关系变好的征兆吗？法广10月31号的评论文章说，从社交网络流露出的大量视频看，比起川普的随意发挥，习近平讲话时一字一句都是照本宣科。中共从来没有想挑战谁、取代谁。这话是谁的意思？怎么和习近平一向引以为自豪的东升西降的意思大相径庭呢？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芬太尼是中共对美国的国家战略和超限战，中共是不会轻易放弃的。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缉毒局休斯敦分局的高级探员乔纳斯·普伦表示，就在美国政府加大力度打击芬太尼的同时，中共制药公司和贩毒集团已开始生产一种新的、更致命的毒品尼塔秦。乔纳森·普伦说，我确实认为我们落后了，但这些合成阿片类毒品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们会不断发生变化。如果我们对这些前体化学品实施更多管制，它们就会转而使用另一种前体化学品。中共已经在这样做了。普伦表示，
尼塔琴与芬太尼前体一样是在中国生产的，然后墨西哥贩毒集团帮助将产品加工完毕，并运往北部边境。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中共对美国的新鸦片战争似乎远远没有结束，因为中共的创新能力在这方面真的是与时俱进呢。除了与美国进行持久而不断升级的鸦片战争，中共似乎正在为真正的战争大量储存石油。华尔街日报11月3号报道，根据海关数据，今年前9个月，中国平均每日进口原油超过1100万桶，超过沙烏地阿拉伯的日产量。据瑞兹德能源的分析师林业称，中国的总储油能力已从2015年的14亿桶增到2024年底的略高于20亿桶。能源安全长期以来都是中共的一项优先要务，但中国对外国原油的依赖非常严重。目前中国消费的石油约 70% 来自进口。为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中国已投入折合数千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振兴国内原油生产和打造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产业。中国于2004年开始建设战略石油储备，经过大约20年的发展，中国已在包括东部城市舟山和东北港口城市大连在内的众多地点建成了大规模的地上和地下石油储备基地。然而，中共从来不公布其储备规模。据分析师粗略估算，中共的石油储备量在12亿到13亿桶之间。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中美关系只不过是进入了暂时休战，许多问题依然敏感而脆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月2号受福斯电视网福斯周日新闻节目访谈时表示，中国掌控市场，但遗憾的是，事实证明他们有时候不是可靠伙伴。贝森特发出警告说，如果北京方面继续阻止稀土出口，川普政府准备提高对中国的关税。他强调，华盛顿已准备好动用最大杠杆，我们不想与中国脱钩，但我们必须降低风险。中共10月30号宣布暂停执行稀土与相关技术出口限制，为期1年。但贝森特担忧，认为北京方面并非总是履行其承诺。川习会后，美国调降了对中国的关税，但美国对中国的维持大约 47%， 依然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也比美国对越南、泰国等国家的关税高。美国公司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境外的趋势已经持续多年，而且还会持续。位于美国密尔瓦基的 ABC 集团副总裁尤肯一直协助美企管理亚洲供应链，并协助客户将生产重心从中国转移到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等地。尤肯表示，最新的关税政策不会改变企业的既定方针，许多企业已经决定，不论关税是否降低，都将以某种形式在中国以外多元化的经营。尼克克莱夫特品牌公司原来大部分的工艺美术产品都在中国生产，此前的关税已削减了该公司的利润。该公司也推进在中国以外建立新供应商的计划，一直在考虑在越南、墨西哥、巴基斯坦、印尼和土耳其设厂。在稀土出口方面，虽然中共同意暂停10月9号宣布的稀土出口管制措施，但并未表示会改变4月起推行的出口许可证制度。这意味着希望进口中国稀土磁铁的美国汽车、电子和国防企业仍然要经过繁杂的审批程序，过程可能耗时数周，有时甚至会被拒绝。一位磁铁进口商表示，即使获批出口许可证，供应链也会被严重拖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公司可能会继续寻找中国以外的稀土来源。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